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我打扫了一下战场，那些雪人穷的一批，只有一些头毛石锁什么的简陋武器，防具什么的更是没有，就连尸体也因为不知道有没有毒素而被放弃了，战利品获取为零。一群垃圾，以后别再来了。还不如冰蜘蛛呢，至少人家知道留下几颗舍利子。我捡起冰蜘蛛留下的一颗舍利子，认真的端详了起来。浓缩骨粉，特殊养料，放置在田里增加作物产量，增加效果视作物品种而定，有效期7天。总算是有点收获。我将这些骨粉收了起来，准备待会扔到田里去。确认没有任何收获之后，我回到了车上，继续向前开去。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，我找了个地方停车做饭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我照例打开了区域频道，打算看看玩家们的现状。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本区域剩余玩家的数字，5000分之3052。看着区域频道里玩家的话，我默默的在交易频道上把新做出来的羽绒服挂了上去。不过价格嘛，肯定是要用3级材料来付账。同时，我找到了苍小空，告诉他自己手里有一批羊毛，塞到衣服里也可以取暖，效果也就比羽绒服差一点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会比较痒。现在很多人冻得和孙子一样，哪里还会管痒不痒的？先保证能活到明天天亮再说吧，保证让他们连底裤都不剩。算了，还是给他们留一条底裤吧。底裤都不留什么的，有点难看，不利于长久发展。好吧。赵婉婉给我发了条私信，再次抱怨没有找到我，并且诉说了没有泡上温泉的郁闷之情。经过上次之后，他已经彻底被温泉征服了，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多泡几次温泉。对此我也没什么办法。毛子哥悄悄地给我发了条私信，那个骨头有没有其他口味的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要甜辣的。我看得一脸懵逼，这是吃骨头吃上瘾了。李飞宇给我发了一盒新的蚯蚓，营养比之前的更加丰富，产量也比之前的蚯蚓更快，是培育出来的新品种。这东西被我扔给了旺财，送到高级生态园里去了。就在我处理各种消息的时候，几十里之外的一处山洞之中，一群雪人正跪在地上，在他们面前是一个更加高大的雪人。雪人身高高达3米，手中拿着一把巨大的金属权杖，权杖顶端是不知名动物的头。时间到了，把食物送上去。一群雪人从下面抬上了许多东西，有雪狼，有驯鹿，有白熊，甚至还有人，绝大部分都是尸体，还有少部分还活着，正在不断的挣扎着。雪人们将这些东西抬到了手持权杖的雪人身边，朝着他脚边的悬崖下沉了下去。惨叫和咔嚓咔嚓的奇怪声音响作一团。怎么只有这些？桑卡呢？他不是带人去攻击人类的村落了吗？难道没带回足够的供奉吗？桑卡他还没回来。废物！高大的雪人一脚将那个回话的雪人踢下了悬崖。通知下去，整队，我要去看看桑卡这个笨蛋到底在干些什么。伴随着雪人大祭司的话语，众多雪人纷纷行动了起来，成年的雪人都被叫了出来，排成队列，甚至还有人打开了山崖下面的巨石，成群的冰蜘蛛从里面钻了出来，向着外面奔去。一只只雪人跟在冰蜘蛛之后，驱赶着他们，浩浩荡荡地向着边界村的方向走去。此时我正在帮忙一起做奶茶，因为抵达雪线的关系，气温骤降，一些鬼才玩家烧开水卖给其他玩家，帮助他们驱寒，一时间也获得了不少订单。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，立刻让旺财直接做了奶茶，趁机抢下了大笔的份额，赚了一大笔。以前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呢？指挥官，远处传来了奇怪的声音。奇怪的声音？我连忙快步来到了指挥台前，音响里传来了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采雪。能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吗？已经把检测的距离扩大到最远了，不过什么也没有。此时屏幕上一片黑白之色，显露着远处的地形，可是屏幕上除了皑皑白雪和漆黑的岩石之外，什么也没有，周围空荡荡的，只有沙沙的脚步声，让人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。不对劲，不对劲！我皱起了眉头。忽然我似乎看到雪地上多出了一些细小的雪坑，这些雪坑十分的细小，外加上此时正飘着雪花，要是不注意还真发现不了。这雪坑，小爱同学打开前大灯，用远光。4道雪亮的灯柱照亮了前方的道路，我看到让我感到恐惧的景象，一片片锋利的截肢出现在前方，密密麻麻，如同刀山一般。冰蜘蛛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不由得大惊失色。眼前这些，看数量足有几千只，而且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冰蜘蛛向着自己这边涌过来，谁知道还有多少？和这么多冰蜘蛛硬拼，我自认没有这个实力。小爱同学，立刻紧急升空！我说着，按下了升空按钮，浮空气球被弹了出来，迅速充气。10几秒钟之后，步兵战车开始升空。那些冰蜘蛛看到步兵战车要离开，立刻躁动了起来，飞速地向着我的步兵战车冲了过来，想要阻止我升空。10几只跑在最前面的冰蜘蛛甚至直接跳了起来，
向着我的步兵战车扑了过来。机械臂举着火焰喷射器，对着那些跳起来的冰蜘蛛扣动了扳机，一条条火龙向着周围席卷，在空中将一只只冰蜘蛛烧成了灰烬。然而，冰蜘蛛实在是太多了，不断有新的冰蜘蛛从后方赶来，向着步兵战车扑去，以至于火焰喷射器都疲于应付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冰蜘蛛看准了空道，一跃而起，直接跳到了步兵战车的地盘下。8条锋利的节肢牢牢地刺进了步兵战车的底盘。站稳脚跟之后，冰蜘蛛2条前肢一滑，直接在底盘上开了一个脸盆大小的口子。冰蜘蛛2条节肢伸进口子，挂住了地板，脑袋也探了进去，准备钻进步兵战车的内部。然而，他的脑袋刚到了口子附近，还没伸进去呢，就看到了一个戴着面具的人，一记铁拳砸在了他的脸上，巨大的力量将冰蜘蛛的脸砸得皲裂，不少组织崩裂，变成细碎的冰晶散落下去。就是你要上来啊！我又是一记铁拳砸了上去，居然还敢破坏我的步兵战车，还敢冲我呲牙，打死那个龟孙！我抡起老拳对着那个冰蜘蛛一顿猛捶，眨眼的功夫，冰蜘蛛的脸被捶得和车祸现场一样，8条节肢失去了力量，身子一软跌了下去，顺便还将2个试图想要跳上来的冰蜘蛛也砸了下去。